自由软体这个名词，在软体使用协议的部分有提过，但那仅仅只是那整部影片中的一部分。那这次就来个主题，然后用4大探讨方向来说明。第一类别是自由软体和免费软体之间的关系。自由软体在英文的翻译是 free software， 而免费软体英文翻译是 freeware。在英文中 free 有免费和自由这两种词义，所以在这种的情况下，常被认为是免费软体。但自由软体所主张的，并非金钱上的免费，而是使用软体的自由。自由软体并不反对软体商业化，进行贩卖的行为，所以自由软体不等于免费软体。第二类别是公开原始码和开源软体的差异。公开原始码这个词的定义，就是将软体的原始码公布出来让人观看。例如 Disqus 原始码虽然是公开给人下载，但是因为它的软体许可协定 Disqus 终端使用者授权协定里面的条件不符合开源软体的定义，所以只能算是公开原始码。而开源软体除了公布原始码外，还要以下的条件才能说是开源软体：原始码，程式的执行长在散布时，必须随附完整原始码，或是让人方便取得原始码。自由在散布，允许获得原始码的人自由散布。衍生著作，让人修改原始码后，依照同一授权条款的情况下再散布。原创作者程式原始码的完整性，修改后的版本，以不同的版本号码与原始程式码做分别，保障原始程式码的完整性，不得对任何人或团体有差别待遇。开放原始码软体不得因性别、团体、国家、种族等设定限制，但因为法律规定的情形下则例外，如美国政府限制高加密软体的出口。程式在任何领域内的利用不得有差别待遇，不得限制商业使用。散布授权条款，软体在散布，必须以同一条款散布。授权条款不得专属于特定产品。多个程式组合成一套软体。当某一开放原始码的程式单独散布时，也必须要符合开放原始码的条件。授权条款不得限制其他软体。当一个开放原始码软体与其他非开放原始码软体一起散布时，不能限制其他软体的授权条件，去遵照开放原始码的授权。授权条款必须技术中立。授权条款不得限制为电子格式才有效，纸本的授权条款也有效。以上就是开源软体所遵循的条件，而开源软体和自由软体的相依性很高，所以就接着谈下去。第三类别是自由软体和开源软体之间的关系。除了开源软体有开放原始码外，自由软体也是开放原始码，也同样的遵循开源软体这项规定，尊重使用者和社群的自由，也就是使用者拥有执行、复制、散布、研究、更动和改善该软体的自由。他主张提出4大自由：第一，依照你的想法执行该程式的自由，无论任何目的。第二，研究该程式如何运作的自由，并依照你的想法修改它，以符合你的运算所需。能存取程式的原始码是这项自由的先决条件。第三，在散布程式副本的自由，如此你就能帮助他人。第四，将你修改过后的版本散布给他人的自由，如此你就有机会让你的改善惠及社群整体。
能存取原始码是这项自由的先决条件。只要软体能够遵守以上4条的规则，那它就是自由软体。反之，如果以上4个条件有其中一项没遵循，那就是非自由软体。这4项规则在一般人的眼里，看似跟开源软体的规定相似，但是自由软体是基于开源软体的规则上订立出更严苛的条件，也就是自由这个铁则。所以说，在以上的条件下，自由软体一定等于开源软体，但是开源软体不一定等于自由软体。自由软体之父理查·史托曼也多次强调，开源软体和自由软体是不同的东西。但是以具体数据来说，大多数的开源软体都是自由软体。以上的说明，可能还会觉得开源跟自由软体没什么不同。接下来这个分析会说出它们的差异性。从目的性来说，开源软体虽然开放原始码给用户使用，但是它开源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让使用者找寻原始码里的错误 bug， 然后回馈软体的社区，而原作者则是吸收用户在社区攻击的改良方案，从而修改软体。其中一种是开源后设立一些条件限制使用者使用，其中以 Tibble 为例子，开放原始码给使用者观看，但是却又禁止用户执行自己的程式和重新安装程式。虽然这属于开源软体的范围，但是却不能算是自由软体。就思想来说，自由软体是以道德基准赋予使用者使用软体的自由，是基于理想主义而生；开源软体则是基于软体的品质和提升。第4部分则是自由软体的授权条款这区块。自由软体在授权条款这方面有着许多的条款，因为自由软体协议的种类将近数百种，并且逐年增加，而且同一个协议种类，不同的版本发行，就是不同的东西。自由软体协议虽然提倡使用上的自由，但也是为了保障软体的原作者而创立的。我们在使用软体时，也必须遵守软体协议的规定。协议中的代表被大众公认的是 GNU 通用公众授权条款。除了有这种协议之外，还有其他将近100种使用条款。因为主题和影片长度的关系，自由软体协议种类会在之后的影片上仔细讲解。最后，我在影片的下方放上自由软体的官网，可以点开来看看。